好，然后呢，我们下午要学习的一个课程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叫做我们在软件里面呢会有个叫做墙板的一个设计哈，墙板的设计，因为呢这一个的话呢，我们一共呢它会有两种的一个模式，然后呢一种呢我们可以看我们这个 PDF 啊，一种呢我们是用我们的一个手动布置，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呢，我们会旁边会有个自动生成，它一共呢就只有这两种的方式。可能自动生成的话呢，之前有很多的设计师呢都已经有用过，但是手动布置的话呢，这个还是会有一定的技巧，所以呢，我们今天会把这两种方式都有教给大家。好，一种是手动布置手动布置呢，我们今天呢就要学类似这样子的，我会教大家我们这个墙板呢在我们 K20里面可以怎么玩。然后呢，另外一种我们是叫做自动生成，自动生成，然后自动生成之后呢，我们也会有一定的技巧。我们正常来说，自动生成之后的一些墙板呢，我们呢就不可以再修改的了，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另外的一些技巧，也实现我们呢再去修改它的一个原则。好，现在的话呢，我就要把我们这一个 PDF 的一个文件，包括我们今天下午要用到的一些场景文件，都在我们这个聊天的框里哦，都在这个聊天的框里，然后呢，发送给大家，发送给大家。好，我们现在先把我们的一个 PDF 发给大家，接着我们再把我们呢今天下午要用到的两个场景，我们也发给大家，在我们聊天的群里面。在我们聊天的这个群里面发给大家。我们呢拿到我们这个文件之后呢，我们呢首先先打开我们的一个，首先呢我们会打开一个我们叫做手动布置的这一个文件，手动布置。对，我们一共会有两个文件哈，我们先打开我们的一个手动布置，打开我们的手动布置，在这个地方先打开这个文件，手动布置。好，打开之后呢，我们里面呢会有一个这样的场景。会有一个这样的场景。好，那接下来我们呢，先把我们的软件打开，再打开我们的这一个手动布置的一个场景，手动布置的场景。好，打开啦。打开完之后，我们呢现在就要去做我们里面的一个墙板的设置了，墙板的设计。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选择哈，跟着我的角度一起，我们来看这个，跟着我的角度一起。首先呢，我们要点击我们这个墙面。那我们早上有说了我们的背景墙，包括我们隐形门的一个设计。现在的话呢，我们就要学我们这个叫做墙板组合啊。墙板组合的话呢，也是我们门墙柜设计一体化里面非常重要组成的一个部分。因为呢，以前的话呢，我们没有这个门，没有这个墙板组合的话呢，我们比如说要做满一个空间的背景墙的话呢，我们呢就要用到我们这个美加背景墙，要去把我们四面墙都给它铺满这样子。但现在呢，我们有了这个墙板的组合呢，我们要去做这一步的话呢，就会变得非常的简单、跟快捷、跟方便。好，那现在呢，我们就点击我们的这面墙，点击我们这面墙，在背景墙这里，我们看到最后一个有一个墙板组合，那我们就选择我们这个墙板组合。选择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呢，你看，我们呢，并不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地方左下角这里，我们可以全部选择，也可以选择其中的两面墙，两面墙我们都可以这样去选的。
对，可以全选，也可以不全选。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选择我们的 A 跟 B，A 跟 B，我们要选择这两面墙，然后呢去做一个布置。好，选择 A 跟 B，然后呢，我们会按照我们这一个手动布置，在这个地方点击我们的手动布置。好，点击完之后呢，我们首先会看到，首先呢，我们在这一个场景里面呢，看到的画面是这样子的。那我们第一步的话呢，我们就要把用我们的鼠标滚轮把我们这个画面缩小一点点，因为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看这面墙才能看得更完整。如果呢，我们呢，它是有一个这么大的视觉的话呢，我们是发现选择了这边，我们是选不到 B 墙这边的。所以呢，我们要把它用我们的鼠标缩小一点，然后呢，我们选择 A 墙跟 B 墙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在这个地方看我的鼠标，A 墙、B 墙，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切换过来的这个地方所以第一时间我们要滚动鼠标，把我们的画面放小，我们才能让它所有的命令更清晰的显示出来。A 墙跟 B 墙。那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 A 墙的一个设计。A 墙的 A 墙的设计的话呢，我们呢点击 A 墙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右边的工具栏这里，工具栏的这个地方。比如说，有时候呢，我们的一个场景面呢，它可能会有一些梁有柱子我们要避开它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到我们这一个工具。或者说，我们呢不想做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墙板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到这个工具。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它就会有一个，你看距离，它距离我们的顶上，距离我们的底，距离我们左边、右边大概是多少的一个距离。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来一个预估的一个尺寸。比如说我们呢现在整体的一个高度整体的高度它是2米8，它是两米八，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整体的高度两米八，在这一个地方它的整体的高度跟宽度。我们现在的话呢，我们要它距离顶上预留一个400。假设我们上面呢，它会有一个400的一个柱子，它会有一个400的柱子。好，稍等一下，它要给你发。好，发完之后呢，我们记得要打开我们这个叫做手动布置的这个场景哦。好，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假设我们顶上呢，它是有一个400高的一个柱子。首先呢，我们就要把我们这个距离设计成一个400。再假设我们左边有一个600的一个柱值，六百的一个柱值。好，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个距离先把它设定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尺寸。如果我们呢有梁有柱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这样去设计我们这边的一个距离。好，距离顶上，距离左边。好，接着我们下面这里的选择的话呢，我们呢早上有提了一下，我们这个背景墙呢，它是有分我们的墙板，它是有分一个干区跟湿区，干区跟湿区，我们会有分这两个区别的。那干区的话呢，我们就是一般会用在我们的一个呃客厅、卧室跟我们的所有客厅、卧室包括我们所有就是没有被水碰到的地方，我们称之为干区。那湿区的话呢，我们就一般就会用在我们的一个，比如说厨房，厨房有时候我们中间我们的吊柜跟地柜中间那块区域的话呢，我们就称之为湿区，包括我们的洗手间，我们也可以用。对，这个呢就叫做湿区的一个板件好，那包括我们的厨房也是一样的哦。我们的厨房同样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比如说我们吊柜是多少，我们的地柜是多少，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这中间的这一个墙板，它大概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尺寸。同样的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的。那现在我们就选择干区，选择干区。接着我们这个铺设的方法的话呢，我们呢。
这个呢是没有变动的，它还是会按照它原来的结构。嗯，接着我们下面的这个左束框、右束框，这些都是它的一个造型跟收口的一个方式。这个的话呢，它也是会用一个默认值就可以了，我们也可以不用去管它，我们就用一个默认值就可以了。好，那这些我们呢就知道我们这些会有比如说收口条啊，跟它的材质的一些调整，我们一般这里呢就用它是默认就可以了。好，那这里呢，我们把这里调整完，我们就可以不用管这个区域了。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去到很重要的一步，就是我们的一个区域划分。区域划分，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它会有一个竖向，一个横向，一个竖向横向。那我们正常来说，我们的一个墙板的话呢，它都会用到这个竖向的，只有我们的一个厨房可能会用到一个横向的。因为呢，我们厨房中间那一段呢，可能就有时候横向会好看一点。那我们其他的部分的话呢，都会用到我们这个叫做竖向的。好，所以呢，这里呢，我们的区别划分的一个方式一定要记住，先选择我们的一个竖向。好，然后我们再一步一步来，我们的一个分割的一个线条，这里呢也非常重要哈，分割的一个线条。我们这边呢，同样它会有很多种类型。第一种呢是工字形，工字形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五金呢，外面我们会有一个五金把我们的板件锁住，所以呢，我们就能看到我们外面呢，其实它是有一条五金的，跟拼接起来。然后我们呢，这边呢还会有个叫做密拼，密拼的话呢，它就是板件跟板件之间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啊，它会有一个凹槽。我看我的鼠标这个位置哈，板件跟板件之间它会有个凹槽，它就等于说两块板件它会有一个凹槽，两块板件跟那个拼乐高跟拼积木一样，可以拼起来的。但是我们这种的板件拼接的话呢，它的美观程度就很高，但是它会有一个注意的话呢，就是它的拼接面呢，我们不可以裁切就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墙面，我们这一面的拼接面呢，它是不可以切的，但是我们呢会有一面靠墙，我们呢会有一面靠墙啊。我们会有一面靠墙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等下会有一个板件，比如说靠墙这个地方，它就没有这一个卡扣的位置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切那一边的所以呢，我们这里的结构呢是有这个区别的哈，不是说我们想切哪一边就切哪一边。好，然后呢，这个我们要注意了。我们这边呢，一个是密拼，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是有一条自然缝。那自然缝的话呢，其实这里就会没有那么好看了，它会有一点点的自然缝。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一个模式里面的话呢，我们用的最多的话呢，我们就会选择这一个叫做密拼，在这里。好，所以呢，以后我们关于我们墙板哈，所有的方式我们都会选择这个密拼就可以了，除非我们那里的条件不满足，一定要用到我们的一个工字条锁起来，我们就要用工字条。正常来说的话呢，我们都会选择这个密拼，对，会让它更好看一点。好，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选择我们的一个密拼。正常我们都选择这个密拼。然后我们的这里的分割线材质的话呢，我们也只有一个颜色可以选择，所以呢，我们这个可以不用纠结它，我们就有一个材质，不用纠结它。好，我们把这两个选择完之后，接下来下一步的话呢，这一步会比较重要。这一步的话呢，就关于我们的一个型材的一个问题。型材，那首先的话呢，我们呢，要把这个区域划分了，我们要把这里的尺寸给它划分。划分的时候呢，我们这里呢会有个规则，就是首先我们这里的分区我们这里的分区其实正常来说的话呢，我们呢就直接选择我们这一个 n+1就可以了。我们正常来说就默认这一个 n+1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更好去区别它的一个区分。好，那我们呢
默认为 n+1之后，接下来呢，我就讲一个重点了，就是我们的一个板材的一个问题，我们的一个板材的问题。因为呢，我们的墙板的话呢，它的设计规则的话呢，它就是我们的每一块板件呢，因为呢它只有很薄，只有一个9mm的一个尺寸，所以它的宽度每一块的话呢，它是不能够超过六百的，不能够超过六百的，在这个地方它不能够超过六百的。啊，我们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哈，不能够超过六百的每一块的一个尺寸。所以呢，我们要划分我们这里的尺寸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定要注意，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的一个尺寸，我们这面墙的一个尺寸，那大概有去到一个2.4米左右的一个尺寸，2.4米左右。那我们这里的3块的话呢，它是不够的，它是不够的。所以呢，我们要把这里的数量划分成一个四块。划分成一个四块。你看，划分成四块之后呢，你看它就会有3块的，因为呢，我们这里呢它是 n+1嘛，所以呢，我们会把所有的东西按60均分之后呢，剩下的尺寸我们就会给到最后一块，这个呢我们就叫做 n+1的这一个模式。所以呢，这个呢我们会更好用一点。好，所以这一块很重要哈，大家一定要了解我们这里的一个尺寸规则。首先，它的宽度哈，最大的话呢，不能超过六百，不能超过六百。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这一个设计的规则。我们就选择 n+1，然后呢，划分这里的四块。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一块划分完之后，我们接下来呢，再去到我们这里的方案布置。在这一块的话呢，我们就要选择我们的一个板材的一个颜色了。好，我们这里呢会有2个选择，一个是背景墙，一个是墙板。但是背景墙这种方式的话呢，我们用的不多。比如说背景墙的话呢，的意思就是说在这里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区域，我们可以点击背景墙，在这里呢选择合适的一个背景墙放到我们这个区域。那其实这种方式的话呢，没那么好用了，我会觉得，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会跟我们在另外的每家背景墙再去放一个背景墙到这个位置，可能功能差不多哦，大家知道一下就好了。这个功能的话呢，我觉得就可以少用。我们呢比较常用的还是聚焦在我们墙板的这个位置。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要选择我们的一个墙板。第一个，我们要选择我们这里的墙板呢，我们会有几种方式啊。一种的话呢，它是平板，完全的平板。然后第二种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叫做格栅板，格栅板，格栅板。然后呢，我们第四种的话呢，我们这里的平板啊，它就会有一个更薄一点、更薄一点的一个厚度。对，我们这里会有个更薄一点的厚度。但正常来说的话呢，我们都不会选择第三、第四个了，我们一般都会选择前2个，用的会更频繁一点，会更多。最后一个的话呢，就要最后一个它就是一个波浪板了。波浪板这个呢，你就看需求去用了，看需求去用。如果你有客户他不喜欢平板，也不喜欢格栅板，他问有没有别的造型，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去看一下。但是因为这个的话呢，它的容错率也很低，而且它也不可以切割，所以呢就会比较麻烦一点。所以常用的话呢，还是我们的一个平板跟我们的一个格栅板会更好用一点。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统一去选择我们的一个平板，在这个地方，好，选择第一个平板，好，选择一个平板。好，选择完平板之后呢，我们在这里的地方，我们就可以选择它的一个材质。材质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就会有非常多的材质可以选择。好，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先按一个默认。好，现在呢，我们就选择一个默认的一个材质，让它是奶咖就可以了。好，选择一个默认的一个奶咖，然后呢，选择完之后呢，这里的铺设的方向我们也可以不用去管它了。对，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不用去管它，这个地方也可以不用去管它。
这个旋转这个地方，这个旋转的话呢，就等于说我们的墙板呢，你看我们原来是竖装的，像现在就是横装的，所以呢，这个呢我们也可以不用去管它，除非我们是有特别安装的一个要求了。好，那现在呢，我们这一部分的一个墙板呢，基本上就已经有设计完成，那我们就按我们这一个，哦，sorry 啊，刚刚是有跳拖到了这一边，对，然后呢，我们刚刚是这一边的，我们呢现在呢就已经有设计完成了。好，稍等哦，重新，刚刚可能是点错了哪一步。好，那现在的话呢，我们把这一步做完之后呢，我们就完成我们这一个的，哎，稍等哦，我们现在呢就等于说已经完成了我们这边的这一块背墙的一个设计，背墙的一个设计。好，等我一下，我重新去 set 一下，大家会看得清楚一点。嗯。好，那我们到这一步的话呢，我们这一边的话呢，就已经完成了，已经完成了我们这一步的一个墙面。那我刚刚退出去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叫做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没有完成，那是因为呢，我们刚刚完成了 B 墙，因为呢，我们是选了两面墙的 A、B 的一个墙面，我们现在 B 面墙这边呢还没有设计，所以呢，现在我们呢就可以来尝试一下，比如说我们把我们 A 墙的其中一个。比如说，我们把第二个的材质，我们要把它换成一个隔山板，我们要怎么换？我们就可以直接选中啊，选中第二个，选中第二个。然后呢，我们在墙板的这里的款式选择点击，直接把它换成隔山板。那么我们第二块层板的话呢，第二块面板它就会变成一个隔山板，隔山板。好，现在的话呢，我们呢的左边这个背墙呢，我们已经有完成了左边的这一个墙板。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来做 B 面这一边，我们的点击我们 B 面这边，那这边也是一样的。如果这边的话呢，我们没有任何的一个梁柱，也不需要去做任何的一个变动。不需要做任何的变动。那我们这一步的话呢，就可以不用去选择它，不用去选择，我们直接到我们这个区域的划分，区域的划分，好，跟我们刚刚的步骤一样哈，记得一定要选择竖向，然后呢，选择这里的密拼，选择密拼，选择密拼之后呢，我们再来看我们这里的一个尺寸，我们这里的尺寸呢大概是2米4，那就意味着说我们呢也是需要一个4块，差不多就可以了，四块。好，那我们就选择四块之后呢，我们就记得我每一步我们比如说完成了我们这里的第一步，我们呢一定也要按这个叫做应用，它才能代表我们完成了这一步。好，按应用之后呢，我们这一步的布局已经有完成了。那现在我们就去到我们的方案设置这个地方。这一步的话呢，我们刚刚是划分它的一个区域。我们方案设置的话呢，就是要去给它选择方案啊。然后呢，我们还是像我们刚刚的第一步这样子，选择一个平面。我们在右边的工具栏这个地方啊，选择了一个材质之后呢，我们在工具栏的最下面，它会有一个跟我们的一个铺砖的方法。
方法一样，应用到所有区域，我们就不用每一块都反复去选择了，我们就直接点我们这里的应用到全部的一个区域。OK，那我们就所有的这里的背景墙也已经完成了。然后我们在这里的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选择第三块板，我们也给它一个格栅板，让它会有一个变化。选择第三块板，也给它一个格栅板，让它有一点变化。那现在的话呢，我们这两面墙啊的一个墙板的一个设计都已经有把它做完了。做完了之后呢，我们就按这里完成我们的区域设计。OK，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一个场景，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啊手动布置的一个场景，它就会类似这样子的。它就会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设计。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的这里的墙板呢，它的出货跟安装的一个要求呢，它是这样子的。那首先我们出货的话呢，我们呢是默认整板出货的。整板，那整板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一个墙面呢，它的一个整板的尺寸的话呢，我们一个呢是2.7米，一个是3米，一个是2.7米，一个是3米，我们会有这两个尺寸。就是无论我们这里的设计，比如说我们刚刚已经把它设定了一个2.4米的高度2.4米的一个高度，但是呢，我们的每一块的那个我们的墙板发到我们现场的话呢，我们都会是统一哈，它会去到一个两米七的高度，两米七的高度，然后每一块的板件呢，它都是一个600的一个尺寸，都是一个600的尺寸。所以呢，这个呢是需要我们的师傅哈，现场去把我们的一个墙板去裁剪，然后呢再贴到我们的墙上去，贴到我们的墙上去。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背景墙啊安装的一个规则，它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就一定要记得这个规则。对，我们发过去的话呢，尺寸只有两个，一个呢是2.7米，一个是3米，这是它的高度，两个尺寸的一个高度。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说我们有时候呢，发过去的板件会不会短，会不会长，这个呢都要全部是师傅现场切，切完之后呢，我们再给它拼上去的，再给它拼上去的。那我们刚刚所说的我们的一个密切的一个接口呢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啊，像我们这边的这一块墙板。这边的这一块墙板，那我们可以切割的一部分呢，就是我们左边的这一个啊，因为呢，我们左边跟我们最左边的这块背景墙这一块，跟我们左边的这个地方呢，它没有任何的板件连接，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它就不会有连接口了。那我们要切割的话，一般我们就会切这一边、这边，然后如果我们这边的背景墙如果有尺寸变动的话呢，我们也只会切我们右边靠墙的这一块，右边靠墙的这一块。对，我们一般我们的墙面背景墙的误差会这样子去做。对，首先呢，大家需要了解我们这个安装的一个形式，跟我们发货的一个形式。对，我们首先要了解完这两个。好，了解完我们的这两个之后，了解完这两个之后，我们呢，我们还要去做一步呢，就是我们的这里呢还会有一个叫做，稍等一下哈，我们还会有一个还会有一个叫做设计的变化。那我们现在点击我们这个墙板，点击我们这个墙板，我们这里呢会有一个编辑的功能，编辑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现在呢觉得我们现在所有的墙板它都会比较单调啊，它都是平板了。那我们能不能在其中的一个位置添加一些灯带或者有一些变动呢？好，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点击我们刚刚那个编辑，进入到我们这个页面，我们是可以在中间的这个位置啊，给它添加一些线条跟灯带的。但是的话呢，我们呢
进入到这个页面之后呢，我们的点击我们就不能够点击我们这一块咯，不是点击我们这里的板件，而是点击我们这里的中线，点击我们这个地方，点击我们这个地方，点击我们板件跟板件拼接中间的这个位置。我们这条呢叫做分割线，分割线。好，点击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我们选择第一条，我们呢在右边的工具栏这里呢，就会有一个分割线，分割线。好，我们先选择这里的一个造型，选择完造型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哦，这里呢就是我们刚刚选择我们拼接的方式，拼接的方式的一个位置。选择完之后哦，我们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除了有能选择我们这个拼接的方式以外呢，我们在下面这个地方呢，它还可以把它做成，比如说要做成一个圆弧的发光灯带，你看它就可以这样子做成一个圆弧的。它就可以这样子。比如说哈，那我们现在先来我们来做一个，我们的灯带这里呢还非常贴心哈。我们呢有一个灯带呢是做了一个配备我们的一个直接配备我们的一个电源跟我们的一个无线开关的，在这个位置。好，那现在的话呢，比如说我们左边我们来一个圆弧形，来个圆弧形在这边。好，然后呢，我们一边呢已经有选择了我们这一个带电源的，对。然后呢，如果我们只有两条的话呢，我们另外一边呢就可以不用选择了，不用选择了。OK，那我们现在呢选择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右边，选择它的一个右边，好，这个位置就是分割线二。我们呢点击不用点击哈，把鼠标移动到这个位置，我们呢就能知道我们这个分割线是哪一个位置了。好，那现在呢，我们把它的一个右边也把它做成我们这个弧形。那这个弧形的话呢，我们就不需要我们的这一个不需要我们这一个电源了，因为呢，我们左边已经有了。我们左边已经有了，你看，我们呢要看这里的一个备注哦。你看，同时呢可以接入两条灯带。那如果是超过两条的话呢，我们呢就会再，我们呢就需要再去做一个了。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呢，如果还需要变动的话呢，就需要选择一个带电源的一个灯带了。好，那我们现在我们这边呢有做了一个弧形，做了一个弧形。好，我们把这个做完之后呢，我们再选择我们这个 B 墙，在 B 墙，在我们的这一个格栅板这个位置呢，我们呢也给它左右添加一个灯带，同样是像刚刚的方式一样哦，点击我们的这一个分割线，点击它，然后呢，我们选中分割线二，那就是我们这边的左边了。好，分割线二，我们这里的话呢，就不用一个弧形了，用一个普通的灯带。好，用一个普通的灯带，那我们就选择一个左边发光，然后呢，我们也是第一个，我们就选择一个带电源的、带开关的一个然后呢，我们在这边的右边，右边我们呢就选择这个，就选择这个，好，选择一个不含我们的一个不含电源的，OK，然后呢，我们把这两个选择完之后，就完成这里的区域设计。我们再看回我们这里哦，我们呢就能看到，现在的话呢，我们的一个造型的一个墙板呢，它就有了变化。你看，我们呢在我们的刚刚呢，在我们的这一个格栅板的左右两边呢，它就有了一个造型跟灯带的一个设计了，在这个位置，造型跟灯带的一个设计。这个呢是弧形的，我们左边，右边呢是普通的。你看，普通的就是这样子的，普通的灯带。好，那这一块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墙板啊，我们要手动布置的一个设计的一个玩法，它就是这样子的。
好，刚刚是有设计师有其他问题吗？如果有其他问题的话，其实你可以把它先发在我们这个聊天记录里面，然后呢，我看到等一下讲完我再统一回大家也可以，或者你想开麦问我也可以。好，OK，那现在有设计师想问我问题了吗？如果呀，有有，没有的话，我有你想问说的问题，不好意思，刚你说，刚才你说这个墙板的发货的状态是嗯你一发的时候是挨着是2.7米或者是3米的高，然嗯后宽嗯是六嗯百，对吗？嗯那如果好像你现在设计的其中一个嗯墙板，它如果嗯其中比如说那个中间的那个隔山板，如果嗯，我们自己的设计手动调整大概是一个300或者是可以300的话，那你们发货来的时候还是600吗？还是300？你说哦，宽度？我懂你的意思，你说这里的宽度是吧？对对，或者其中一哦个墙板平板的宽度是300，那你们发的话还是发600吗？不是不是，我们的整板的意思是说，我们这里的一个高度它是整板的，高度是整板的，宽度的话呢，还是跟我们预想的一样的。OK，那如果现在我嗯的高度我嗯 set 区大概是嗯2.8米，那你们会发嗯3米的板，是这样的啊，意思？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哦，OK OK OK，是的，是的，是的。谢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刚嗯，才我看到那个平板和格栅的选择，有一个是有3M 的，请问那个3M 是什么差别？那个3M 的这个地方吗？它对，就是更平板有平板3M，格栅有格栅3M，那个3M 是什么意啊思？这个地方吗？对对对对，你说是不是这个地方？是不是？是的，是的。它就是更薄一点的，但是不太建议啊。哦，OK，我们正常好，是9M 的嘛，我们正常是，对，哦，3M 是，哦，明白，哦，那很薄对对，OK，对对，明白，太谢谢，薄我们就不太建议了嘛，还是建议这一个啊常用的还是第一个、跟第二个了。谢谢，是。还有刚才你做的那个设嗯计是一个鹰角的那个嗯背景墙设计吗？那嗯鹰角连接的部分嗯，有需要什么收口条还是什么吗？鹰角，你说这里的是不是内角？是不是这个地方？对对对对，对，它这个地方呢也是会自动的，它会有一个，就是我们呢是这么去做了，所以呢，它这个地方呢自动会有一个连接的。这里呢其实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连接的，就是把板件拼在一起而已。啊，OK OK，所以我不需要对，多在下单方面，嗯，我不需要再下什么收口对的，条是什么？对的，对的。它就是因为呢，我们呢这个墙板的安装的方式的话呢，它也是只有胶水粘上去而已，因为它很薄所以嗯呢就不会担心它会掉。明白明白，对的，对的。了解，谢谢。好的，好，那以上的话呢，就是我们这边手动布置的这一块。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要去学另外一个哦，我们去学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呢现在呢有遇到一个飘窗的一个类型，因为呢我们的墙板呢它也会有一个飘窗，就是把我们的飘窗包起来的一个功能的，包起来的一个功能。好，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点击我们这边的一个墙面，点击我们这边有飘窗的这个墙面，点击它，然后呢，选择我们的一个墙板组合，选择墙板组合。好，因为呢，我们这边呢只有一面我们就选择一面就可以了。点击我们的手动布置。OK，那在这个区域的话呢，我们呢虽然是手动布置但是它的一个间隔的话呢，因为呢刚刚好是我们的墙面嘛，所以呢它基本的线条都已经有了。那我们在这里的第一步的话呢，我们就点击我们这个门窗，点击我们这个门窗。对，因为呢，我们这个门窗其实我们只要在里面呢把尺寸给它设定好我们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不需要如果我们里面呢特别是比如说像有一些飘窗它可能没有左右两边的墙，它可能不一定满墙，它可能只有一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就会在
这里啊，你可以调整一下它的一个距离，调整一下它的距离。如果它左右两边的是满墙，就是它左右两飘窗啊，我们正常来说，如果是单飘窗的话呢，正常它左右两边啊，它的墙面都是会满的，在我们这边。对，所以呢，我们呢把飘窗的设置给它设计好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可以点击我们的飘窗，可以直接按我们这个地方啊，在右边工具栏这里啊，点击它直接就可以生成我们的一个墙板。你看现在的话呢，它就可以直接生成我们的一个墙板。点击完它，对，点击完之后呢，我们这个地方呢，它会有很多的选择，比如说我们这里的造型啊，但我们这里呢也可以不用去管它，因为呢我们的一个造型这里呢可以选择的也不多，可以选择的也不多。这个角的意思呢是指我们的把这个飘窗啊包起来的这一个角啊，包起来这个角。好，那现在的话呢，我们把飘窗包起来这个造型的话呢，它只有一个选择，所以呢，我们就不需要去纠结它。好，那我们只需要点击飘窗把它生成，生成之后呢，好，生成之后呢，我们再点击我们其他的区域，因为呢，我们其他的区域在我们这个空间里面啊，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也是一样哦，我们也是一样，像我们刚刚的步骤一样。首先，我们在区域划分这里，我们要把这一块板选择一个竖向的，选择一个竖向，分割线条，选择一个密切，选择一个密切。在这里的话，其实也不用纠结，因为它也只有一块了，所以这里选不选的话，区别都不大，区别都不大。然后呢，我们这里直接可以选择我们这里的方案设置。直接选择我们的一个材料，在这个地方选择我们的一个平板，选择完平板之后呢，其实我们在这里的话，它的影响也不会很多，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应用到全部区域就可以了。直接点击这个地方，点击它，它就可以全部运用到其他的区域。OK，你看，它连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来看我们的飘窗上面的这一部分，这里的话呢，像我刚刚说的这个说法，它就非常的明显了。看到没？我们的一个分布的一个规则啊，你看600跟加剩下的一个尺寸，加剩下的一个尺寸，对，600加剩下的一个尺寸。所以呢，我们不用纠结我们这个尺寸，只要我们选择的那个拼接的方式我们是密拼的话呢，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不用担心我们这里的分割线，就不用去纠结它，不用去纠结它，我们这个地方开在这里会不会不好看？因为它是密拼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不用去纠结它，我们就按这个规格去，按我们这个标准去给它做设计就可以了。对，因为你纠结也没有用。它的一个设计的规则，它就是这样子。它如果超出了这一个尺寸的话呢，它就没有，它超出了这个尺寸的话呢，我们这个墙板它就没有办法去操作了所以呢，这个呢我们不需要去纠结它。好，那我们把这里所有的东西选择完之后呢，这里呢我们也可以不用管了，我们就完成这里的区域设计。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看这里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飘窗的一个区域，飘窗的一个区域。你看，如果呢我们的飘窗呢，它左右两边都是墙的话呢，它就可以这样把它完整的包起来，完整的包起来。那如果呢我们呢飘窗这个地方它会有一个飘窗台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不用包我们的一个下面都可以。好，那这一块的话呢，就是我们的飘窗这边的一个设计啦。飘窗，对，我们飘窗就可以这样去操作，包括我们的门洞了。如果你要包门洞的话，其实也可以类似这样去操作了，没有问题的。好的，然后呢，我们这一块呢就属于我们刚刚有说到手动操作的这一步，手动操作的这一步。对，如果呢我们有需要去手动去做我们的一个墙面的一个设计的话呢，我们就按我们刚刚教的一个类型跟我们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准则去做我们的这一步。好，那以上这一部分的话呢，就是我们手动布置的一个方式。
好，那我们在这一块还有没有什么疑问呢？如果没有疑问的话呢，我们就要学另外一个我们叫做自动布置的那一块，自动布置的那一块。好，OK，那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就大家一起来打开我们的第二个文件。第二个文件就是我们的这个文件叫做自动布置的这个文件，26强版自动布置的这个文件。这里，好，我们一起来打开它，自动布置这个地方。好，首先的话呢，我们大概去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先打开我们这个场景。好，打开这个场景之后呢，我们现在呢就要去来做我们自动布置的那一趴。好，那首先呢，我们要点击我们其中的一个墙面，点击它，然后呢，我们会选择一个背景墙，再选择一个我们的墙板组合，在这个地方。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用我们这个全选了，我们要把所有的墙面我们都给它选择掉。好，所有的墙面选择掉之后呢，我们就按我们的自动生成，按自动生成。好，自动生成之后呢，我们同样也是选择我们的一个干区，选择我们的干区，在这个地方就按生成。好，生成完之后呢，我们同样也是可以看到那我们现在所有的墙板呢都已经有生成了啊。那我们现在呢，先来简单的看一下，比如说像我们呢门框的这一部分呢，它也是一样它也是一样，像我刚刚说的，也是按照我们的一个设计准则来的。你看差不多是600，然后呢，我们剩下的这个地方做不了600，那就六百，然后呢，剩下这里的位置呢给这一边这样子。对，所以呢，我们自动生成的话呢，它的规则呢也是根据我们刚刚说到的六百的一个规则来的，因为它最大就是一个600嘛。好的，那我们知道了这个规则之后呢，那现在我们要学的第一步就是，像我们现在的这一个空间里面呢，跟刚刚的空间呢是有一个不一样，就是我们这里呢它会有一个转角，外转角，我们刚刚是一个内转角，那我们所有的内转角的话呢，它都是板件跟板件之间直接拼接起来就可以了，不需要有任何的一个连接。但是呢，我们在这一个转角的位置我们就会有区别了。我们在这个外角这个地方，那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刚选的是一个自动生成，自动生成。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转角的话呢，我们就会有几种不一样的转角给大家选择。首先第一种的话呢，它这个地方呢就是用一个很简单的五金把这里包住，很简单的五金，同色的五金把这里包住而已。这个呢是比较简单的。那如果说这个地方我想要给它设计成一个圆弧形就是我们很多客户可能会比较喜欢在这个地方做成一个小圆弧这样子所以呢，现在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一个墙面，点击我们这个墙面，去到一个编辑，好，点击我们这个墙面，去到一个编辑，其实我们也可以不用进这一步都没有关系。我们呢可以直接点击我们这一个的墙面点击这个墙面，点击这个墙板，然后呢，我们会在右边的工具栏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呢会有个叫做仰角线，仰角线。你看这个仰角的话呢，就是因为它外角我们呢就统称为一个仰角，这个呢我们的一个内角我们就叫做一个阴角，我们是这样去区别的。那现在我们的仰角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外90度的这个位置我们呢就可以点击我们这里，我们这个地方你看，正常来说呢，我们就会用这一个仰角，但是我们在
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其实更喜欢的，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更多的话呢，我们就会用这一个圆弧的一个仰角，在这个地方圆弧的这个仰角，R30导圆的这个仰角。然后呢，我们直接可以在这个地方选择我们这个仰角。我们呢，在这里的话呢，它的一个设计，你看，马上它就变了，在这个地方，它就变成了一个圆弧了，它就会变成一个圆弧。对，然后呢，这个细节的话呢，我们也要注意一下，要留意一下圆弧的这个细节。好，那我们现在再来感受一下我们的自动布置的一个墙板跟手动布置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首先，第一个，我们就点击我们这个墙板，然后呢，编辑，好，我们会进入到我们这个编辑的一个画面，进入到编辑的这个画面。那首先第一个很大的不同呢，就是比如说我们选择我们的一个 B 面了，在这个地方 B 面，OK，选择它。因为呢，我们刚刚我们是有做了一个叫做手动布置的。那手动布置的话呢，你看我们的每一块的材料，包括我们这里的边线呢，就是这里的一个分割线，我们都是可以选择的。那么在我们自动生成的一个方案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哦，我们就没有办法再重新去选择我们刚刚要做的一个操作了。对，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自动生成跟手动布置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自动生成的一个墙面的话呢，我们呢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目前来说呢是没有办法去做它的一个变化，去做它的一个变化。对，那所以的话呢，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墙面，我们真的要在中间这个位置也给它加一个隔山板，再给它在隔山板两边做一个灯带的话呢，我们呢就需要把我们这一面墙的一个位置，要把这一面墙我们要重新去规划，就是意思呢就是说把这一面自动生成的一个墙板，我们要把它做成手动的一个墙板。对，我们要把它做成，我们把我们想要变化的那一面墙，要把这里呢做成一个手动的，做成一个手动的，那也很简单。首先呢，我们就选择我们这一面墙，我们在这个地方在左上角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选择的是哪一面墙。好，那现在呢，我们就选择我们这个 B 墙。好，那我们这个 B 墙的话呢，首先我们选择这面墙之后呢，在总体划分的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不用去管它，因为它已经帮我们划分好了。但是呢，我们要记住，它帮我们划分了1、2、3、4、5，它也划分了5列。好，那我们就去到我们这个区域的划分，我们要重新在这个地方。重新在这个地方去划分我们的一个方案首先我们第一个选择我们的一个拼接的一个方式，选择一个密拼，然后呢，我们要在这里划分的数量，因为呢我们刚刚已经有知道，你看1、2、3、4、5，它是5列，就直接把这里的地方变成一个5列。好，变成5列之后呢，我们在这里呢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区域的一个尺寸了。好，那我们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划分完之后呢，我们就一定要点我们这里的应用，要点击我们这里的应用。OK，那点击它之后呢，我们这一面墙它就变成了手动布置的一个方式，手动布置的一个方式。你看，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按照我们刚刚学到的一个步骤，就是第一个呢，我们要去到方案设置的这个地方，点击我们的一个墙板，再点击我们这个平板，点击我们这个平板，先把它的一个平板全部应用到我们这里所有的区域。好，全部应用到所有的区域。好，点击完之后呢，我们现在你看就可以跟我们手动布置的一样了，每一块我们都可以重新去设置，包括我们这里的边线、分割线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选择了。好，那现在的话呢，我们还是同样比如说我们选择中间的这个平板，中间的这个平板，我要把它变化成我们的一个隔山板，在这个地方隔山板。
然后再在格栅板的两边再给它设置一个灯带，比如说在这个位置。好，那我们就看一下，它是分割线二。好，分割线二就把这个地方好换成一个弧形的发光。好，记得我们其中一个一定要加我们的一个智能电源哦，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用额外再去加，比较麻烦了哈。好，那在这个地方，就有时候如果你懒一点的话呢，就宁愿两个都加，两个都加。就比如说我们左右都加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一定会确保自己不会少收钱或者有遗漏掉我们其中的一个电源这样子。对哈，宁愿多加哈，不要少加。OK OK，那我们呢把这两个做好之后，我们再按我们的一个完成区域设计，在这个地方。OK，好，我们再来看我们这一个区域哦，再来看这个区域。好，那这个区域的话呢，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就已经完成了，在这个地方整体的一个设计我们就完成了。好，所以呢，大家就一定要记住哦，一定要记住我们的一个自动布置的一个背景墙，我们哪些可以修改，我们可以怎么去修改。对就比如说像我们呢，在其他的，因为呢，有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的变墙在这个地方我们太多的话呢，我们想要有一些变化那我们呢就学习我们刚刚那种方法，就要把我们有变化的那一块的墙板，要把它变成手动布置的，手动布置的。好，那我们就可以给它做成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做成这个样子的一个形式。好，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自动布置我们的背景墙很重要的一点了，很重要的一点。好，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是要学习另外的一个知识点。这里的知识点呢也非常的重要，这个知识点非常重要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以往呢做这个背景墙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常规的背景墙，如果呢我们的背景墙它后面呢有一个插座的话，我们的插座的话只需要我们后面的线呢。够，就是我们后面的接线它够长的话呢，我们可以移动到我们这个背景墙的任何的一个位置。但是在我们这个墙板的规则里面呢，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因为第一个，我们的墙板呢，它只有一个9mm很薄，然后第二个，我们的墙板因为它不是用我们的五金卡扣放上去的，我们正常的背景墙的话呢，我们后面是会有一些五金卡扣。所以后面是可以走线的。但是呢，我们这个墙板的话呢，它是直接用胶水粘上去的，所以它后面呢，它不可以走线，不可以走线。所以我们这里的插座的位置的话呢，我们是只能在原地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背景墙，我们这个墙板后面它会有一个插座的话呢，我们的插座可以把这一个的插座的面板拉出来。装在我们这一块墙板的前面，它是可以装的。但是请注意，我们用墙板的插座的话呢，它是不可以移动它的一个位置的，它一定要在它的原位置上面去安装。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记住。对，因为呢，我们后面已经没有任何的空间可以给它去轴线了，我们是直接用胶水把它粘到我们的墙面这里的。所以呢，只要我们用到墙板的这一个设计的话呢，后面的插座我们只能移动出来，然后呢安装在它原来的位置，原来的位置这个知识点非常重要哦，我们一定要记住哦。好的，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关于我们插座的一个方式了。好，那以上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自动，我们的一个墙板自动布置的一个方式，一个方式。好，那以上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下午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全部内容了，就是关于我们的一个26墙板怎么去设计它的一个自动布置是怎么样子的，
它的手动布置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怎么去玩我们的这一个的背景墙。好，那现在的话呢，就看看大家关于我们这一个26背景墙啊，我们叫做26墙板的这一个设计，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疑问？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疑问？比如说像我们门的上面的这一个的，像这里的一个分割线呢，它也是一样的，它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中间的这一条线，它能不能取消？它也是不能够取消的，它也是不能够取消的因为它的那个拼接线是一样的。对，但是呢，我们可能在我们的一个，在我们效果图上面看到，这里的缝还是很明显，但实际上我们现场装出来的话呢，这里的缝可能会没有那么明显的。好的，那这个呢，就是关于我们的一个墙板的一个知识点了。对，我们的墙板呢，在我们门墙柜一体化设计里面的话呢，就显得会非常重要了。因为呢，我们这里呢可以选择的颜色非常多，可以选择颜色非常多。它这里能选择的颜色的话呢，其实会比我们的平常那个背景墙会更多一点，会更多一点。对，会更多一点。然后呢，它的价格呢也会比我们的变强的更便宜一点。OK，那以上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下午要学习的全部内容了，全部内容啦。好，那 OK，那现在我们关于墙板的问题还有什么疑问吗？大家？好，那如果没有疑问的话呢，那我们下午的课程呢，我们就到这里的话呢，就已经可以全部完成了，全部完成了。然后之后的话呢，我们会把我们上下午的那个视频就是呢我们这边有做好之后呢，就会把那个视频的链接有发给大家。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的话呢，就可以随时问我啦。好的，那感谢大家，我们呢今天下午的课程就上到这里啦。好，拜拜，拜拜，不客气。